大家好，我是怡媛，终于我们回来讲远程统帅了。各位还记得在之前的影片中我有做过几个关于远程统帅的吗？其中就有介绍到98大佬，自从他玩了远程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在前不久官方公告就有提到之后的埃及之战都可以用军器了。98本人也是期待很久了，终于可以带远程去打埃及了。所以今天就分享给大家看，在埃及之战里面用远程可不可行。那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蓝色的部队是来自960的，红色部队是2489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98他是直接带了远程统帅出来，在选择比较漂亮的位置安置好自己的远程统帅。当然的，他也不是带远程统帅而已，他有带其他的野战统帅出来帮忙打。那各位可以看到2489他们想要从侧边进攻，原本站在比较前面的960部队就要往后撤退了。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98的远程是已经放好了，但是他没有打算要拆掉，他只是把其他的部队向前挪动了而已。这个时候又到了埃及经典的场面，就是双方的部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但是在对望的时候98的远程就派上用场了，在还没开战之前他就可以展开进攻了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当大家都在团战的时候，他的远程统帅一直在后面偷偷射。这里我就不确定对方他们是认为说远程统帅没有什么输出，不成威胁，所以没有去攻击他的远程，或者是他们完全看不到他的远程统帅是完全没有受到伤害的，一直在旁边射。这个时候你们可以看到，在远程旁边有2个部队走过去了，他们连这个远程统帅打都不要打，完全是无视了这个远程统帅的存在，选择直接绕过远程统帅。不只是那2个经过的部队而已，全部有经过的部队都不选择去打他的远程，全部都专注在团战而已。但是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时候他们的团战是已经输了，并且灵柩是已经在60GT 的手上。这个时候98的远程统帅就在打着后面想要补上来的2489部队。这个时候各位可以查看一下98所携带的武将，那可以看到项羽是已经死掉了，霍去病跟布迪卡都已经黄血了，但是远程统帅依然还在白血。直到灵柩都已经搬出中路了，他的远程统帅依然还健在，连黄血都没有。直到最后中路都已经清空了，他的远程统帅依然还没有死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情况，那98他也是一样带了远程统帅出来，但是他的远程统帅跑得太前面去了，所以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他把部队往回拉，但是远程统帅因为是带工程车的关系跑得有一点慢，虽然是比较慢，但是还是可以回到自己原本的部队，对方也不敢靠近了。只要对方一过来，他们就要面对60GT 大量的部队攻击，有可能会打乱他们进攻的时间，所以他们又默默的跑回去了。这个时候98看到对方他们不再追击，就开始安置自己的远程统帅。现在就是98的表演时间了，在大家干瞪眼的时候，他可以选择进攻。这个时候远程统帅的功效就是逼退敌人，让他们不能再靠近那个范围。究竟效果好不好呢？各位可以查看这个画面。那98他瞄准了另外一个目标，打最前面的部队。这个玩家发现到自己的部队被打的时候，他也只能选择撤退而已。虽然用远程统帅是有反伤的，但是远程统帅可以发动主动技能，所以不管怎样伤都好，对方肯定是比远程统帅还要更伤了。并且各位也可以看到这个效果了，他的远程确实是逼退了前面的敌人。现在又变回去对视的情况，双方的部队都不敢轻举妄动。2489的部队一直单方面被攻击，但是前面的部队又不要离开被进攻的圈子，他们或许觉得这个远程是出来搞笑的，应该是没有什么伤害。殊不知在前面的部队兵力一直在逐渐减少，直到正式交手之前，他们都没有离开过这个范围。直到后来他们终于把部队向前挪动了，但是他们的目标依然是走向大队伍，要打60GT 的部队，而不是打远程统帅。这个时候双方都开了技能，正式展开进攻。在正式交战之前，这个远程统帅就已经打了不少的击杀。那其实各位可以从画面查看到，有好几次对方都是想要先进攻他的远程，或许是被指挥阻止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没有去打，但是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忍不住了，终于觉得远程统帅实在是太烦了，所以派了不少的部队去打一个远程统帅。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，在打远程统帅的部队呢，至少有5到6队左右，后面还有陆续几个部队想要过去打远程统帅，因为这个远程统帅实在是太烦了。虽然远程统帅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打回去了，但是也因为这几个部队去打远程统帅的关系被吸引过去了。在脱离了大部队之后，他们就被60GT 的部队包围，也因为他们不在大部队里面，没有办法同时间攻击，只是把火力全部集火在一个目标而已，对2489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。所以尽管远程统帅在后来是被打死了，但是他也做到吸引火力的效果，把对方给拉过去，分散了他们集火的能力。
从而削弱了大部队的攻击。而这里有几份报告给各位查看，你们可以看重伤的部分，只要98是单方面射杀敌人的话，基本上是不会亏的。这个是在双方对视的时候，他所打出来的重伤比是赚了4倍。这个时候就有观众要问了，他带远程跑的话，不会跑得很慢吗？那各位，我们可以看他派兵的时间，比赛还有剩下15分钟25秒。到他的部队正式抵达中路的时候，可以看到现在的时间剩下是3分钟34秒，等于说差不多花了2分钟时间抵达中路，跟我们一般带工兵的时间差不多。所以带远程带工程车去打中路是没有问题的，并不会说跑得很慢，但是前提是你的装备必须要做好。其实远程统帅有很多装备全部都是提升跑速的，如果你们所携带的装备并不是远程专用的装备，就会跑得比较慢。各位也知道打 IG 是分秒必争的，如果你们不是携带远程装备的话，我是个人不太建议你们自己带远程统帅出去啦，主要是抵达中路跑又跑不及，然后被人家追打的时候你又跑不动。不过98他也不是说每一次打野战的时候都带远程统帅的，他只有打中路的时候才带远程统帅而已。所以跟大家整理一下他的远程统帅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。首先就是在干瞪眼的时候，大家对视的时候，他可以展开进攻，优先削弱对方的兵力，让他们在中路的时候可能剩下残血而已。第二，逼退敌人，让他们没有办法在远程的范围里面走进来，就算他们真的走进来的话，也会受到伤害。第三，吸引火力。那远程统帅因为他站着不能动的关系，那有一些玩家可能会想到，哎呀，他就是站着被打而已，就演变成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画面那样，有不少的部队全部都跑去攻打他的远程，从而让敌方分散火力，把敌人的部队卷进自己的部队里面，让他们被打。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只是说好处而已，坏处也要说。那远程统帅一般来讲呢，如果你们没有弄好装备啊、军器啊，统帅没有觉醒的情况下，你打出来那个伤害其实并不会很多，所以在对视阶段你要打到对方残血黄血的话会比较困难一点，对方也不会把你当作威胁，也不会退出你的攻击范围，甚至没有培养好的远程统帅有可能反伤到自己的部队都会死掉。第二点就是远程统帅是不能动的，只要安置好远程之后就不能再移动了，所以远程统帅放置的位置是很重要的。那你们可以看到98它不是放在大部队里面，而是放在大部队旁边。他原本的想法就是想要去吸引火力，让对方去打自己，而且放在大部队之中，如果对方的部队冲过来的话，其实他们的 AOE 啊那些伤害全部都会打在你身上，其实这样子是没有什么帮助的，反而所携带的远程统帅会死得更快。所以98这个做法才是正确的，把远程统帅放在旁边，而不是放在队伍里面。第三要注意的就是要提早出门。那各位，如果你们担心自己的远程统帅跑得比较慢，担心在途中会被拦截的话，就要提早出门了。再来一个缺点就是只能中路用而已。那你们自己想一下，有多少玩家是为了中路而去练远程统帅呢？我相信应该没有多少。以上就是分享给大家看一下远程统帅在埃及之战里面的表现。我今天分享这个影片呢，也是因为有趣而分享给大家看而已，而不是要鼓励大家去练更多的远程统帅来打中路，而是探索远程统帅有什么可玩性。或者有一些玩家你或许是已经练了远程统帅，不知道 IG 能不能使用的时候，你们看这个影片就知道了。如果是说你们想要打到像98的报告这样子的话，或许会有一点难度，因为他是已经专门去弄了远程统帅的军器跟装备，而且还有一个专属铭文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